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要见你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目前对于他的想法。好，那也要来为大家抽验证牌的部分。好的，也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3。好，那如果说是权杖3的话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正在非常的犹豫，你是要继续的坚持下去，还是你想要选择去放弃了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那所以似乎可以看出来说，表示在目前的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应该是发展到没有那么的顺利，这第一个解释。那第二解释表示说，这段关系中的感情的部分的话，它是正在刚开始萌芽的这个阶段，所以才让你对说这段关系会想要你对这个人可能会有一些的好感，或者说你会觉得他还不错，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是值得可以信任的，或者是可以考虑看看可以谈的对象。所以目前呢，你会非常挣扎，也会非常犹豫，不晓得说究竟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投入在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里面。那但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如果说你真的必须要愿意去接受，或者说你愿意呢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表示你自己本身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困难，或者说会有一些的考验，你也必须要去跨越，或者说你可能也必须要去做面对。那可能是距离，或者是你的工作的形态，或者是你的生活中的步调，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跟生活中的日常的观念会有点冲突，所以变成让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本身应该说你面对他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犹疑，或者说你就会非常的犹豫，不晓得自己到底应不应该要继续的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再继续和对方有更多的接触，或者是说想要更多了解。那其实你们本身面对说这个人的话，你们自己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或者说你们也犹豫了非常久，所以表示你们对于说这个人观察的话，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你的心中的担忧比较像是你只能看到他表面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比较没办法看到太全方位的他，但至少以你能够看到的这些的状况，或者说这些比较表面的话，对你来说其实也算是蛮足够的。只有说你心里还是会比较担心说，你会不会再次碰到爱情的骗子，还是说你是不是会再次的遇到让自己觉得很伤心啊、悲伤、难过的事情？其实你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避免掉自己一直遇到可能比较不好的对象，或者是说你刚从一段感情中走出来，你其实会比较渴望说自己能够去改变一下对于情感的这方面的渴求，或者是说改变一下自己感情中的那个方式跟那个态度。那好不容易其实出现这个人，你也会非常的犹豫，你会非常的担心，但是在你的心里面的话，还是会希望呢，或许可以冲一波，是能够在试试看，再去多相信爱情一次。这是你目前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好，再来我们抽到的第2张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呢，就意味着说，当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或许有可能
这个人他的个性，或者是说你们能够相处的方式，可能跟以往你所认知，或者说以往你所谈感情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例如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也没讲大部分，就是有的人，有部分的人，可能是属于使用交友软体中所认识另外一半的。那可能难得遇到这个对象，或许这个人他就属于现实生活中才会遇到的之类的，或者是说你可能一直来都会喜欢说某一种特别类型的人，那好不容易这一次特别喜欢上个跟以往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你本身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会跟你以往可能相处对象或者说喜欢的人的类型，或者说相处的方式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或者说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情感中的观念的话也不太一样，所以因此呢，对于你们来说就会有很多想法，或者说你们可能就会比较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能够去驾驭的好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你过往的感情史或者说认识的人当中，你是属于比较不熟的，或者是有的人是都只是当朋友的这种性格的人，结果这一次居然喜欢上这样子性格的对象，所以你其实你的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在，那你其实心里面是很想要冲一把，或者是说很想要去试试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驾驭的好这段关系，因为这个人本身对于你的吸引力来说的话，看起来其实算是蛮足够的。那可是对于你现在当下来说的话，你应该会觉得，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放下的话，或许就有机会改变你可能会受伤的命运，或者是说你也可以不要去选择去相信这个人。所以你现在其实心里面应该会有很多让你们觉得可能是比较犹豫的事情，或者是说会让你们比较担心，会怕自己会受伤。对，因为看起来其实你们本身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还是有多少的期待，或者是说你们其实还是蛮希望自己可以赶快谈一段属于你们的一段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八。好，那圣杯八就意味着说这个人或许应该我们分几种解释好了。那第一种就是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前任，那第二种解释就是可能这段关系这个人是曾经你所喜欢的人，然后现在再次恢复联系，恢复了联络，或者说两人再次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圈。那第三种解释就是你们会希望可以赶快从原本的错误的感情史中走出来。然后第四种解释的话，面对说这段关系，这个人你会觉得他是能够带领你从原本的黑暗的时期，或者是说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爱情的岁月里面，能够找到一丝丝的光芒跟希望。然后再来，有的人比较少啦，可能你们是在问断联中还没有恢复联络的人，那你们其实自己本身会比较有一点犹豫，就这段关系是不是你要走向一个你自己所认为的光明。然后忘记还有讲到第几种了。好，然后再最后一种解释就表示说，有可能你原本是有个断联对象，或是你原本有一个比较没办法去放下的人，那最近就是出现这个新的人的话，他是能够让你去摆脱过往在面对说情感中比较伤痛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说让你面对情感是比较能够去更有勇气的。所以表示说，其实选项在主的你们目前来看，你们心中所想来占卜的这个人的话，就是刚前面所提到的，可能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特征，或者是说他的状态，除非是不同，要不然就是可能跟你以前认识的人很像，所以你才会非常犹豫说，面对说这段感情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要再试试看，还是说你要选择去放下对说这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说对说这个人的执着，那你们自己本身是蛮愿意想要去试试看的，所以你们现在可能也只是在等待着有一个人是能够去推动着你们，去支持着你们，然后能够给予你们在面对说这段感情里面的一些帮助，或者是说一些的祝福。
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就往下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会想见你吗？好，我洋洋来为大家抽牌。好，洋洋抽到了第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国王。好，那圣杯国王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有没有想要见你哦？洋洋会认为，这种的他其实，应该算是说会想见你，但是他想见你的想法的话，比较不会像是，可能很思念你的这个部分，他会比较不一样。好，杨先来讲，大概会有几种解释。首先，第一种的解释呢，除非就是你们这个人是他的学生，或者是说是他的下属，或者是他可能需要去帮助你的，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身份的话，你需要他的帮助、他的帮忙的话，那么当你们可能需要帮助协助的时候，其实他会很愿意的跟你们分享他的一些的技巧，或者是他会愿意想要去多照顾你们，或者说他会愿意多分享，蛮无私的去和你们说明、和你们解释，或者是说去帮助你们。所以就比较像是说，他会比较像是一个喜欢去照顾人的这个角色，就是你们经常会从他身上寻求一些帮助跟帮忙。那这时候他可能就还蛮希望可以见到你们的原因是在于说，他也会担心，你们现在还好吗？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呢？还是说你们是不是现在事情顺利的解决跟结束了？对，就是他会比较笼想这个部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知道对方可能有其他喜欢的人，或者是说这个人已经单身非常久了，或者是可能他现在有其他的对象，不管是稳定交往中还是还在追求对方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蛮需要你的蛮需要你的关怀，或者说蛮希望能够被你给呵护，或者说被你给关心，因为在他内心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柔弱的地方，或者说他内心里面也有除了他照顾别人之外，也有希望被别人给照顾、被别人给关注到的那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属于第二种的人的话，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他蛮希望你们可以多关怀他，或者说他蛮希望呢，可以从你们身上找到一些的温暖。所以如果说像你们在看此时此刻这支影片的话，就看说有没有是对方已经传讯息给你们了，但是你们还没有回复给他，那他可能就在等待着你们回讯息给他的这样的情况。对，所以表示说，在于你们之间的关系来看的话，对他来讲会比较像是有一种相互需要彼此的这个感觉跟感受。对，所以这就是在这边我们抽到这张圣杯国王的意思。那他本身情形里面的话，对于你们的在意，洋洋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偏向爱情啦，但我们还是可以去往下看，究竟他到底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对，我们透过他们想见你的这个占卜的内容去看一下，到底他对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好，然后我们要为大家抽到的是圣杯骑士，哇，你们都抽到圣杯耶，真的很棒。好，那圣杯骑士这边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想起你的时候，都是一些让他觉得蛮幸福、蛮快乐、蛮愉快，或者是说他也是会希望可以和你们有一些蛮不错的发展的。不过杨先讲第一个前面的部分好了。那前面部分主要是说，其实对方他蛮喜欢跟你们相处，所以他也会用他的真心、他的真诚来和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互动，或者是蛮希望呢可以和你们有不错的交流。所以有时候其实对方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会感受到这个人的真心，或者说你们其实会感觉到这个人其实他是很在意着你们的，或者是对方会蛮希望可以多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怕会把你们给忽略掉。那但他如果说害怕
你们给忽略的话，也不代表说他喜欢你们，你们会觉得有点困惑，说他为什么对我的态度是这么的还不错，是不是有谱呢，还是有机会？可是如果说当你们很认真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又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好像对方对你的态度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比较冷淡，或者说还是会有点冷冷的态度跟想法。所以比方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有想办法让你去感受到他是很在意你的这个部分，或者说他其实是有考虑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情谊，或者说是能够往更下一层方向去发展，这个都有在他的思考里面。但我们杨夏提到说的后面那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对方起初面对于你的时候，他是不真心的，或者是说，其实他是有上一层的面纱，或者说他其实会有比较是防备心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所以其实他对于你们讲的话的内容里面，如果说你们够理智的话，你们应该会发现到说他前面所讲的跟他后面讲的其实有点落差。那如果说你们可能跟他讲说，你前面你本来的个性，或者说你的习惯怎样，那怎么现在又改了？那他原本可能会跟你们说，可能只是人版就会变啊，或者是说他只是随心所欲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只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对于你们其实不熟的，所以他其实也不太敢在你们面前展现他真实的自己。那现在他其实也没有到完全的去展现他自己，他其实现在会比原本的那个状态来说是来的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距离，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的跟你们之间有一种隔阂，就是现在他还是有啦，但是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多，所以有时候你们还是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难相处，或者说有点没办法知道说最近这个人的心思是怎么想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对方面对于你，虽然他是有心的，或者说他其实是愿意的，或者说他是想要多认识你们的，可是实际上他自己本身又做不太到，然后他自己其实也不敢让你知道说，其实我对于你还是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想法在，或者是说自己的脾气在，就是他其实也有一点担心说他在你们面前的完美的形象是变不好，所以这个人他可能还蛮重视自己个人的形象的状况。如果他这个人本身很自恋的话，有90%他就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如果说他不自恋，那他在意的形象只是剩下10%，就单纯只是因为他是容易在他人面前去伪装他自己的人，就是他比较害怕说有人会讨厌他，然后也比较在意，他不是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只是怕别人讨厌他，就是他本身不喜欢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然后战友抽第3张是钱币王牌。好，那钱币王牌这就意味着说，表示呢，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洋洋会觉得，其实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他其实算是真的蛮希望见到你们的。那就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玄奥在主的你们，其实一直在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是真的蛮不错，或者是说，你们跟对方其实最近刚开始应该是变得比较火热热。对，就是两之间关系是真的比较靠近，所以其实对方面对于你的话，现在他是面对于你，他自己本身是还蛮有兴趣的，或者是说他对你是蛮好奇的，所以他就想要再去更加的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他蛮希望可以多了解于你现在目前的状态，然后想要多跟你相处。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目前对说这个人，你们是还有不错的想法，或者说你们是蛮期待的话，那会建议你们说，其实可以多尝试着和对方交流，或者说可以尝试着多赴约对方可能对于你的邀约，因为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他是抱持着还不错的想法，或者是说抱持着蛮想见到你们的这个心态。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如果真的是有断联的人来看这支影片的话，断联通常会是指说1个月以上啦，几个礼拜洋洋觉得不太算。如果说是1个月以上的人的话，会比较像是说对方他现在比较沉浸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中的步调里面，他想见你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想要去真的见到你这件事情，他是心情上有，但实际上行动是没有的。所以你要说他想见你吗？还是看自己个人的判断。那如果说是可能1-2个礼拜没有联络的人的话，对方可能有考虑要付出行动来主动找你们，对，因为他会想要知道你们的近况，想知道你们在干嘛，然后想要有一些的方式，可能想要去知道你们的状况如何，就看你们个人的主页，或者是说你们自己的生活圈、交友圈，你们社群网络中的自己的那个页面吗？对，还是动态之类的，就是对方还是蛮希望可以知道关于你们更多的事情。因为其实在这边的钱币王牌比较像说，对方其实会有一点希望可以增加你们俩之间的粘着度，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连接。那当然能不能有机会可以再去往上增加的话，其实这部分也是比较不一定啦。那其实就看你们个人愿不愿意和这个人有更多的相处的机会，或者是说更多相处的想法。那本身这个人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话，比较少那种爱情的氛围啦。但是这只是因为在第1个步骤的部分，还是要看一下接下来在第2跟第3的步骤，他究竟是怎么去想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好，那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恋人牌。好，那恋人牌就表示说，其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能量呢，它是正在着酝酿着，它是正在着继续让你们之间是能够有机会更加靠近。不过因为这边的恋人牌它比较特别，是有4只的乌鸦。对，那当然4只乌鸦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是有其他的人存在的。这跟一般普遍的恋人牌比较不一样。一般普遍的恋人牌应该说韦特的恋人牌的话是有天使嘛，表示是有大自然中的信仰，或者是说大自然的宇宙去祝福的，去牵引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在这边的乌鸦的话，有人会比较解读成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着你们，或者是说其实是有一种去让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可能会有碰到一些的困难，或者是会有一些的阻碍，或者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呢，势必一定会有其他的人来去干扰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例如说像是他的前任，或者是说你的应该说双方之间的前任，或者是说现实生活中家人的因素，或者是现实生活中彼此之间可能在对于情感这部分会有一些必须要去跨越的难题，无论是工作还是距离，还是说朋友之间的看法之类，这都会在这个另外其他飞在远处的2个乌鸦的这个的含义在。所以表示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目前来看啦，就是说对方对于你的想法的话，他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蛮值得可以深交的对象，或者是说认为你是一个可以去更加了解的人，是可能是有符合到他在面对于爱情里面，他觉得是值得，就是有符合到那样的条件的人。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最近的你们真的很想跟对方在一起的话，你们可能可以多参加一些，或者说多去他有在的场合或者是场域，是也能够去吸引到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可是洋洋还是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洋洋对牌卡上还是会有点担心啦。对，就是说或许这个人他会有面对爱情里面会比较担心说他没有那么容易的去付出他的承诺。那至少可以看出来说你们俩之间是有那个能够有在一起的缘分，或者是说是能够让彼此之间有交流，或者说情感上付出的这个机会。那当然是要看你们自己个人本身的状态。
好，再我们抽到的是钱币九。那钱币九呢？洋洋会比较认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应该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可能这个人蛮容易会跟别人产生暧昧，或者是说他是比较重视他自己在人际关系中他的角色跟他的样子，或者是说，别人所给予他的评价，因为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来看的话，或许以他来说，其实两个人之间是只要能够聊得来的话，他都会愿意尝试看看。嗯，其实就是意味着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他本身面对爱情的话，就表示都是抱持着如果说合得来就试试看，那如果说合不来就是分开。就是他面对爱情情感的话，比较不容易特别的专注在一段感情上面，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就是说，目前的他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你要说他会想要认识别人吗？其实也不见得会啦。对，就是他会当你是他身边的人的时候，那你就是他的唯一。但如果说你不是他身边的人的时候，你就以另外那个人就会是他的唯一。所以就会有分两种解释。其实这两个解释的差异性还蛮大的，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所以大家就是截取到你们自己觉得是最符合你们的状况就好，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因为如果说对方是属于那一种对于爱情的部分是比较随性一点的，或者说是都是抱持着尝试的想法的话，那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当初在跟你认识，可能就过没多久，他可能就跟人为说，好像我们可以适合在一起，讲讲就是看看这样子之类的想法，或是多相处看看。如果说他当初讲过类似这样的话的话，就表示他在面对情感的性格就属于比较随心所欲的，或者说是比较活在当下的。但如果说他一直都没讲，然后都跟你拖很久啊，或者是说他跟你相处都是比较慢慢来的那一种话，那会表示其实这个人他们本身在面对于感情的这个部分，他是属于比较谨慎的。所以这边会有分两种解释啊，可能就真的会稍微有点复杂，那就看你们是属于哪一种。不过因为我们的主牌是恋人牌嘛，所以还是必须说是，其实对方本身面对于你们是真的还蛮有好感的。然后另外解释是，有可能对方他可能也知道你们喜欢他，或者说你们对他是有想要去多更加的了解，去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更多的接触这样的一个认知。对，就是他自己本身目前现在面对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会有一些他认为你的一些的作为，或者说你一些的打算。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战车。好，那战车就意味说，其实对方应该看起来有蛮高的几率是，其实对方知道你们对他有好感，不一定说是喜欢，或者是说反正就是有好感，是在意。然后现在他其实也会想要尝试着让这段关系顺水推舟，或者是说愿意让这段关系是有个可以交流的机会，或是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更多互动的这可能性，就是他本身是并不排斥的，他也是愿意去接受看看的，他也是会想要去多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面对情感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如果说最近对方对于你们是真的他有提出了一些的邀约，或者说他有提出了一些的想法的话，那也会希望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是也可以多和对方尝试的交流看看。因为其实恋人牌本身它除了是有好感喜欢的意思之外，本身它的意思是也还有沟通顺畅的交流。那如果说依照我们这边抽到这3张的话，洋洋会认为你要说他喜欢你的几率其实是偏小，比较像是一种
这个感情才刚开始萌芽。那这萌芽阶段是还在意，或者是说有好感，或者是说确实有人可能到喜欢的程度。那其实要看你们的状况，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班，就没办法符合到每个人情况，但至少可以知道说，在他的心里面的话，他其实真的很在意着你们，也是很在意着这段关系，也是有考虑想要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一个往下发展的机会，或者是说愿意让这段关系是有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可是这个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的话，就有人会觉得啦，以台面上看起来，除非如果说你们是问，好，杨觉就是以大方向来说好了，反正就是这个人呢，他会希望跟你们之间，如果说没有办法变成另外一半，变成是交往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其实他也还是会希望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是像朋友一样，就是他不希望完全失去掉你们这个人。对，好，那如果说我们是问同性之间的人的话，然后就稍微简单补充带过一下。如果说是同性之间的人的话呢，这段关系，除非你们是符合到他的对于对象的条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样子、那个身份、那个可能外在的背景的话，要不然基本上他其实对于你们就是只是还好，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比较不容易你们可以修成正果，是给予你们参考的讯息。好，对，所以这边他就在第二个部分，其实就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对他来讲，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没有到说非常好，或者说非常喜欢，但至少可以明确知道说，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其实是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刚刚我们前面抽到的是圣杯国王，然后再抽到的是恋人牌，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有机会。然后对方他其实本身是真的还蛮想要见到你们的，对，所以对方其实他蛮喜欢跟你们聊天，然后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一些比较实际上互动，实际上比较多的相处。只是这个人他面对情感的话，是真的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方式，就是说，当他真的投入在一段感情里面的话，你们应该就会觉得，这个人他会比较有一点稍微自私一点，或者是说他稍微比较自我、比较自大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喜欢你们，或者说他非常喜欢你们，而只是他单纯自己个人的性格、自己的面对情感的方式的话，他就是都会这样做。对，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也不太需要想的太复杂，或者说不用想的太多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教皇。好，那教皇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洋洋会觉得，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来说，如果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果说你们之间是比较远距离的话，那你们可能要近期要讨论一下，说你们新的相处的模式，因为总是维持在一个远距离的状态的话，他不会想要，他也不会想要再继续坚持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他有点想要离开了。对，所以你们可能最近开始要考虑着去调整一下你们生活相处的方式，比如说固定时间要见面一次。那如果说你们是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话，其实对方就觉得跟你们之间是真的还蛮有缘分，然后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会觉得其实双方之间呢是能够往下走的这样想法。所以以他来看的话，其实他真的蛮喜欢你们，然后他也很在意着你们，很想多跟你们有互动，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杨会认为其实真的还蛮有机会，然后对方，好，其实如果说他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们也愿意去无条件的为他奉献，无条件的为他做什么的话，那对方其实此刻是还蛮想见到你们的。但如果说一直来他跟你们有提出说可不可以帮他什么啊，或者说你们是不是能够愿意为他改变什么，那你们都拒绝的话，
他可能会认为你们之间可能有点不太适合，对，要看你们两个之间不同的情况啦。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还蛮想要谈恋爱的，对，所以只要时机对了，人对了，他就会去愿意投入一段关系。但如果说虽然时机对，人不对，他也不要。那人对了时机不对，他也不要。其他这个人面对情感会有一点自己比较固执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他会有一点比较是活在自我世界，他会觉得谈感情就是要顺顺利利，他比较没有办法面对情感之中是太过于需要挑战的。所以这个人呢，他通常面对感情的部分的话，都要什么都准备到位，或者是说什么都必须要刚刚好，就是全部都要准备好，他才想要投入一段关系。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其实这个人他如果说真的交往下去，那他也付出真心了，然后两人之间的相处上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也都顺顺的话，他就想跟这个人就是走得很长远。所以其实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本身这个人可能面对情感，可能稍微会有一点比较没办法稳定下来，但只要他决定稳定了之后，所有人都挡不住他，那他就是会完全的去奉献在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所以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要如何去评断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我们再抽到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就意味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来看的话，他其实原本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确实会不自觉一直想要去见到你们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会觉得你们俩这件事真的还蛮有缘分，或者是说他起初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真的本来也没有想的太多，也没有想的太远，但是却没有想到跟你们之间相处越来越久，或者说跟你们之间相处越来越靠近，或者是说相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的时候，他发现到其实他对你们是真的还蛮有好感的，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蛮在意着你们，会蛮喜欢着你们，会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是说可以跟你们会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现在他其实有逐渐的意识到你们在他心里面中的那个地位，只是在这个地位如果说要稳固的话，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还有外在的帮忙。对，所以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如果说想要再更进一步，你们一定要做出很多的努力，然后要尽可能的去知道说，究竟这个人他喜欢什么样的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他喜欢什么样的交流的方式。因为这个人他虽然都一直会想要去见到你们，可是他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情感的话，他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比较去质疑他自己啦，或者说他会还是有一种比较有防备心的这个状态。可是至少以牌面中的讯息来看的话，他其实会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可以常常见得到你们，可以常常收到你们的讯息，可以常常收到你们的消息。那他对于你们的喜欢的这个程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们想要愿意去投资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会还蛮有机会的。因为对他来说，其实这段关系因为是已经开始不断在萌芽。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有抽到的是钱币王牌嘛，然后现在要抽到的是宝剑王牌，所以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所有的能量它正在慢慢的酝酿着，它正在逐渐的开始，对他的想法还有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些时光是会慢慢的有越来越强的连结。那就看你们自己要如何去把握住的好你们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一段的关系。好，这样抽到的是圣杯三。圣杯三的话就意味着说，我们不要把它讲说他有很多个人的选项，应该是说他在面对于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心里面会有一把尺，或者是说在他心里面会有一些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忧虑的地方，例如说是你可能不错，那他也想跟你继续往下发展，
那如果说你们之间可能不适合，那可能他很快又去选择，比如说他一直来都有认识不错的暧昧对象，或者说他会想要找前任复合之类的。就是说，在面对说两之间的情感的话，本身对他来讲，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他永远的停留下来的那个驻留点，对，他不太会愿意为了某一个人特别的去留在那个人身边，或者说去改变他自己。那本身面对情感的话呢，他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个人比较保留的那个情况，或者是说他个人比较想要去，就是他是一个在比较保护他自己个人的方式，因为他也是很渴望可以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情。那如果说他都把全部的赌注压在你们自己身上，压在你们身上的话，他也会担心有一天他会翻车。那现在的他其实对于你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小心思，或者说还是会有一些他比较需要去留意的地方。那其实只要你们稍微改变一下你们的相处的方式，或者说你们多愿意和对方交流的话，或者说多去了解到对方的面对情感的相处的模式的话，也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的成功几率是蛮高的。所以纵观以上来看的话，就刚前面所提到的，其实这个人他确实会想要见你们，但他见你们的用意是在于说，他对于你们有好感，可是他想要去多更加了解你们，他不太敢完全的去全心全意的投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再去多更加的了解到你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一段的关系。要不然如果说你们眼睛不够雪亮付出了，然后对方又突然把感情收回的话，你们要就是很容易会受伤了。因为目前看起来就选到这组的人，你们心中想的那个他，其实他在面对说不适合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他会很快的收回，他不是那一种会心软的人，要稍微留意一下。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神谕卡就是这一张，对，这样是想象。好，那独角兽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就是当你的梦想实现，你会看到、感觉到和想到、听见什么呢？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你们自己可以梦想成真的话，你们一定要去懂得去聆听你们自己内在的声音，或者是说你们要去跟你们的内心中做对话，就是不要因为想要什么所以就迷失了方向，或者是说退而求其次，得到了一个可能并不是那么想要的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一个人，会希望说你们是真的当决定一段关系，或者说跟那个人相处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能够完全的去享受，然后去投入在那个里面，希望你们不要有所保留。那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只说这个人啊，也可以有的时候会比较希望说，当你们在面对爱情的部分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防备心，或者是说先爱你们自己，再去爱别人。对，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说明的意思。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目前对于说他的想法是如何。好，也要为大家抽牌。好，也要为大家抽的第一张是力量。好，那表示因为说其实在于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在面对他的话，你们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是蛮认真的对待他的生活，或者是说他在面对说生活中的各种的挑战，或者说生活中各种的状况，或者说生活中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是会用他自己运用他一直以来内在的智慧，或者说他的个人的经验来去面对说他所面对的任何的困境。那他心里面其实会有一些的担忧跟害怕，其实你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内在跟他的外表实际上的样子的那个性格，你们有发现到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些会让人觉得很想要去怜悯的，或者是说想要去关注的，想要去照顾他的这个部分，其实你们都有感觉得到，他是属于这种也是需要被别人给关怀照顾的这样的性格的人，只是他可能不太懂得该如何去表达他自己，或者说他不太知道应该要如何去展现出他也是需要被别人给照顾的、关怀的这个需求。所以当这个人他越表现出他越不需要人的时候，越不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其实刚开始你会很气愤，或者说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他怎么会不太愿意展现出他脆弱的那一面，那也只是因为你会觉得会有点想不透啦，但是你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去完全的放下这个人，或者说你没办法把这件事情视若无睹，你还是会非常的在意他，然后会想要去多照顾他，所以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发现到你会被像他这样类型的人吸引，或者是说会因为他这种有点太过于逞强，或者说太过于想要去就是把自己塑造非常好的这样的人的话，其实你心里面会有点担忧。然后这个人他可能本身在对于身边的人其实算态度上面蛮不错的，然后这个态度蛮不错，意思是说他会照顾身边的朋友，然后当身边的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他会两肋插刀，或者是说他会他能够帮助的地方，他一定会尽全力，就是他是一个有点不藏私的人，就对待身边的朋友其实都非常的好。可是有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因为你会不知道说究竟他到底有没有喜欢那一个人，还是说只是真的单纯只是把对方当朋友。所以说他在对于身边的人的话，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没办法去拿捏那个尺度，或者是说会比较没办法看出说他到底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所以表示其实你心里面经常应该会感觉到有一种七上八下的感觉，或者是说经常容易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或者说该怎么去跟他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圣杯四。好，那圣杯四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双方之间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他好像面对感情的地方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展现出说，或者说你没办法知道说他到底真正想法是什么。也就是说，其实你还蛮常容易会去思考着，究竟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想要谈感情，还是说他面对感情其实都是比较随心所欲的。只是在面对两之间的爱情的话，你会比较担心说，洋洋会认为啦，这可能讲起来不太好，就说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是不是比较是花心，可是他有没有花心，我们这边是看不出来哦，因为这只是验证牌，是你怎么想他。你会比较担心说，其实这人他会本身是像是中央空调一样的情况，或者说他是本身是比较花心中的一个人，或者说他在面对感情的话是比较容易吸引到别人去对他有好感，因为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对身边人有点都太好了，或者说对他身边的朋友其实都会有点蛮付出自我，或者是说会比较希望被别人看见他的努力跟他的付出，然后就会容易受到他人的青睐跟仰赖还有依附。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人他蛮会去过他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容易呢去用他觉得最好的方式跟大家相处，就是难免有时候还是会有点个人的空间跟距离，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有点不太拿捏得到说究竟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有一部分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说到底对方他有没有一个喜欢的对象，还是说他其实是有其他可能想要去交往的一个人。因为他可能本身在面对说自己的感情的状态的话，是比较会隐藏他自我的，对，只是你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个人的担忧，然后会比较没办法去知道他个人比较隐私的那个地方在。
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在面对身边的人，他展现出个人的样子的话，是比较像是说个人有他自己啦，有设定好的，或者是说他自己其实会比较蛮去在意别人所对他的想法。那当然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说两人之间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会容易有一些的摩擦，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其实会有一些的误会。那只在面对说这样的误会的话，你们还是会希望说是能够有所改变，或者是说是能够有所改善的。那目前的你们看起来就是对这个人其实有点一知半解，就是说你会觉得你有发现到你是活在你自己个人的想象里面，究竟你有没有完全能够去了解到这个人，其实你自己心中也没办法有很大的确定，或者是说你会有点不知拿捏那个程度在。好，没关系，我们去往下看下一章。好，那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二。好，那宝剑二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目前这段关系的话呢，看起来其实你们本身对于对方，或者是说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们会真的拿捏不到对方到底他的态度在怎么一个程度在，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有觉得，这个人他会希望能够是以他自己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想跟别人相处，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其实会很希望可以做他自己，但有时候会有一些个人的包袱的状态，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个人的面对感情有一些私人的情绪在里面。对，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会有点难去了解到他自己真正的想法。等于说，这个私人情绪是指说他的个人的私人情绪，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面是把自己给保护的很好。那另外程度的话，他是会刻意的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如果说真的想要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跟交流的话，你会认为必须要去完全的能够深入到他的内心之中，又不然的话，其实会蛮难可以去知道他到底真正在想什么。然后看就是有可能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他会有一点跟你是保持距离的，或者是说你会真的没办法去渗透到他的生活圈。不知道是这组养人会只觉得说你们这组是不是其实没有很熟，还是说你们对于对方其实有一些个人的误会，你个人的误会，或者说你有把他想得太美好，或者是说你把他比较不好的那一面，你们是比较有一点忽视掉了。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感情的话，他应该是有自己个人的有自己个人的心思，或者是说是有一些他个人的脾气在，但是你们好像没有去留意到他个人的脾气，或者说他比较隐藏的那一面，所以会比较建议说，你们可能还是要让你们赶快清醒过来，然后擦亮一下你们的眼睛，因为对他来看，应该说他在你们面前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些比较个人的隐藏啦。对，目前看起来，所以你们才会一直没办法去完全掌握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项在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符合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来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对方他会不会想要见到你们。对，像刚刚前面讲有点不太好，但是大家也不用想太多，因为那只是你们个人去对于说这个人的想法，有时候也真的也并不代表那个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王牌。好，那权杖王牌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关系的话，对方想不想见你们呢？哇，他非常的想。好，那非常想见你们，所以你们这边可以先稍微放心一半了。好，那想见你们意味着说，其实他本身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交流的话，他会蛮希望可以去多了解到你们这个人，然后可以去多
他这个一定有暗中的观察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在你们每次相处状况，每次的结束之后，其实他也都有去重新的思考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他一定有跟身边的人去讨论，或者是说，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啊，或者说你们是这样的跟他相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你们的想法。那他跟别人讨论的话，并不是说要干嘛，或者说也并不是说要去数落你们，说你们哪里不好，只是单纯他想要去多了解到你们这个人。那他想要见到你们，或者说观察你们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他觉得对于你们的了解是不够的。无论你们认识多久，对他来讲都不够。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会希望可以多更加的了解你，或者是说可以去多更加的知道你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他就会希望说透过每一次的观察，每一次的相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沉淀，来去重新定位，或者说来去重新确认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但也可以是说你们本身这个人对他来说是真的还有蛮大的兴趣，或者是说是有很多让他觉得值得很好的地方，所以在你们身上一定会有些优点是会让他觉得比较敬佩的，或者说会让他想要去多更加了解的，或者说会希望让他想要去多更加靠近接近你们的这些的程度在。对，那意味着说，其实本身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有人会认为其实有蛮高的几率，就是你们的外在的样子，或者是说基本上啦，是外在样子是有符合到他可能觉得想要的那个条件。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可能你们内在所展现出来的样子有稍微吸引到他。那比较少啦，有另外可能性就是你们之间可能真的很有缘分，所以对方他就会一直很想要去注意到你们，或者说他就会不自觉的想去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你们在面对情感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想去多了解到你们这样的人在谈感情，或者说在面对生活中的话的一些的想法。好，所以至少可以知道说，在对方心里面的话呢，他是真的还蛮想要见到你们，想要知道说你们在面对情感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十。好，那钱币十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在面对你们的话，因为看起来啦，有部分就是基本上认识还蛮久的。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其实对方对于你们会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其实他会觉得相处的那个当下是非常的舒服的，所以意味着说你们本身在对方心里面的话，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重要。然后他其实也是蛮相信着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希望说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再来就是这个人他很喜欢跟你们实际上面对面的相处，所以如果说你们真是一直都远距离的话，有人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可能会有点危险，因为对方他还是会喜欢跟你们实际上面对面相处，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属于那种比较务实的人，或者是说对他来讲，你们这个人可能是比较能够有吸引到他的注意力的。所以如果说当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有出现一些的摩擦，或者说你可能很多事情想要问他的话，那会建议你们一定要去面对他，应该说主动的相处，或者说主动的跟他实际上面对面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主动去问他你们可能心里想要问的事情，他对于你们的态度其实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恶劣，或者说他会比较愿意去回答你们的问题。或许也可能是因为实际上面对面相处那个当下那个荷尔蒙上面的影响，所以两之间是有相互的牵引。那第二种解释就是有可能两之间的这段关系在相处的当下呢，或许是因为他心情比较好，所以他会愿意跟你们说，或是他可能没办法逃避，他可能不想回答问题，那他就只好去回答于你们。
所以呢，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是能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说有比较明确的相处的这个机会，让关系进展的话，一定要实际上面对面相处。但是有另外一个比较需要去留意的地方，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情感的话，应该算是那种比较慢热型的，或者是说他会想的比较多，或者是他比较不容易把他自己在爱情的这个部分去展现出来，或者是说让别人来了解他。所以当你们你们越展现出一种你们想要去多了解去多进展这段关系的那种的企图心的话，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可能也会想要跟你们保持一个适当距离。但如果说你们是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机会，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就看说你们本身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们相处的方式是以什么样的应该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步调去跟对方互动。所以我建议你们，其实这段关系要顺其自然的发展。那除非是对方他自己是属于比较主动的，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应该在面对感情的话，他是那种最主动的人，他也会想多了解对方。那你们刚开始这段关系的话，很有可能起初对方对于你们应该蛮热络的，但是雅妍会觉得久了好像这个人就有点冷掉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这种状况？如果有的话，在底下留言让大家知道一下，确定一下这个事情是没有错的。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就很喜欢跟别人相处嘛，所以那个当下就会容易会有一些暧昧的氛围出现。对，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四。好，那权杖四其实我们这边整体看起来这段关系基本上都蛮不错的。好，那权杖四因为说其实对方他蛮喜欢跟你们相处，然后他也真的很想见到你们，那你们本身在他心里面的话是有着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就不晓得说其实在学校这组的你们是不是跟对方一直来都会有蛮不错的互动，或者说你们其实都在对方面前都把你们自己最好的那个样子给展现出来。因为透过牌面中的话，会有确认到说，其实这个人面对于你们的话，他其实有一点把你们当作是一个可以多聊天，或者说可以多认识，或者说可以多互动的对象。那当然更好的话就是说，他会觉得两件事还蛮适合在一起，可以蛮适合走得非常的长久跟长远的。所以这组的你们如果说是网恋的话，目前看起来除非你们都有固定时间见面，那如果说还没有见面的话，表示其实对方对你们会有一些个人的幻想跟想象。那如果说你们都有实际上面对面相处的话，那请你们好好的把握，尽可能的不要让这段关系变成远距离。那以后要吵架或者说可能要讨论什么要问什么，请不要用任何质疑的方式，或者是说不要让就是说让这段关系尽可能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然后请你们用一种比较像是担心他的方式来去描述说你们心里面的一些的疑惑，或者是说你们心里面可能一直都很想要去问的那件事情。因为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有一席之地，然后也是真的蛮重要，然后他也是很喜欢跟你们有许多的互动的这个机会。所以目前可以知道说，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两人会认为其实有很高的可能性是可以让这段关系可以走得很长远很长久。但是就要看说你们之间后面的相处的状况，因为毕竟我们还在第一个部分，所以表示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也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性，或者说还是有你们有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个人生中的课题。好，来我们先把牌给收起来。好，然后再来想为大家抽到的第二张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呢，它是说应该算是所有
应该是他这个在感情中相处的话，他的堆积堆叠是最慢的。那不过他还是有在动，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表示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方本身他还没有想要有太快的动作，或者是说他比较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慢慢走、慢慢来的。可是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可能本身在爱情的想法上，或者是说在情感的经营上面的话，它的步调是真的比较慢，然后慢到让你看不出来之外，那也是非常少情感在里面的。所以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可能相处的方式要拿捏好。如果说相处的方式没有拿捏好的话，后面会变成是朋友。这是在这一组里面比较特别的讯息，因为我们抽到的是钱币骑士，因为钱币骑士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张牌，那它也经营的非常的算是慢慢来啦，那种日积月累，所以当慢慢来这个状况之下，有可能你们这段感情是其实不一定会能够升华成爱情，有可能会慢慢的转变成为是友情，因为其实当认识越久之后，两之间的熟悉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或者说两之间在面对爱情感情这部分的话，或者说相处的情况会变得太过于熟悉。那当太过于熟悉的时候，就也容易让这段关系会比较容易有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无感，对，基本上是无感啦。那要讲其他的词汇也是有，但讲一下有点突然想不到。因为感情里面，当两之间的粘着度太高的时候，那又越熟悉彼此的时候，就也容易真的会迷失了那个你们本来要的方向。那当然包含你们自己，所以会比较担心就是这段关系。但如果说你们目前是已经在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那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有可能对方就很依赖你们，那这段关系已经也确定了，所以其实再过不久，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可能也会结婚，这个机会是有的。那如果说还没有交往中的人，只是在单恋啊、暧昧中的人，单恋中的话就要小心了，变成朋友的几率非常的高。那如果说是暧昧中的朋友的话呢，那建议你们要稍微调整一下你们的步调，调整一下你们跟他相处的方式。有时候关系好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减少了火花，减少了新鲜感的话，那其实关系就也容易会变成是朋友。对，就是说，或者是说容易会去忽略掉那种激情的感觉，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他在面对于你们的话，其实激情的程度偏低，甚至是都没有。对，那你们这段关系虽然对方会想要见到你们，或者说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可是，如果说当钱币骑士表示说当他在忙他自己的事，忙他自己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不会去想到你们。那等到他一个人静下心来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想到你们，除非你们可能要约见面了，或者说你们可能都一直固定时间在传讯息的话，那才会有可能。有没有？如果说你们固定传讯息，然后突然之间又有一阵子1-2天没有传讯息，没有聊天的话，那可能就会想起你们一下，要是说看到你们的动态，看到你们的讯息，看到你们的贴文，就会去想要知道说，你们可能最近在干嘛？对，然后就想说跟你们在聊天，就可能会想到你们。有人会觉得啦，如果说当出现钱币骑士的时候，他想到你们的这个的几率，会比刚刚的权杖王牌来得更低一点。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皇后。权杖皇后的话，这边可能会有2种意思。那第一个就是在你们自己本身这边的话，就是你们自己个人，有可能你们本身会有一点太过于想要去控制着这段关系中的发展，或者是说你们一直想要去多了解，或者说去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那可能去拉近或是多了解对方的话，本身的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动作已经造成他会有一种疲累，或者说疲乏，或者说会不自觉的想要去跟你们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因为当两间太过于靠近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他觉得不自在，第二个就是他对于你们的感情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深。那不够深的时候，当你们又想要管太多，就觉得你们有什么样的资格可以去管我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他面对于你们有时候难免会想要把你们给冷冻起来，或者说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要稍微比较拉开一点。
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就是意味说，有可能在于你们之间的目前的这个关系来看的话，可能是他会想要用一种比较像是以你可能有点太过于强硬，或者是说你有时候会太过于表达于你们自己个人的想法，那他却稍微有点退缩，或者说可能会想要稍微跟你们表达一下他自己个人的想法。那如果说你们听不进去的话，他就想要去躲起来，或者说他可能就会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继续过他想要过的生活。所以表示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雅妍会认为啦，大部分来说，本身这个人在面对于双方之间的相处的话，他心里面有点不平衡，或者说他心里面其实会觉得对这段关系还是会有多多少少一点点的怨言。但这个一点点的怨言的话，就是要看说你们到底相处的过程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什么样的缘分是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的。对，那会建议说，如果说你们本身对说这个人是真的很有利益关系的话，千万不要一直把有利益关系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或者是说一直去凸显这件事情。因为当一直拿出来讲，或者是说一直去凸显的话，这个对他来讲其实会有点让他感觉到没有那么的舒服，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你会有点想要在邀功，那他心里面其实就会有点有压力。那本身这段关系的话，就会产生出摩擦，或者说就会有一些比较不愉快的地方。所以说跟这人相处的话，你们还是难免要有一点自我的意识，或者是说不要太过于随性，才有办法去让这段关系是可以交流的很好。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九，哇，钱币九跟刚刚的第一组又重复出现了哈。好，那钱币九这边，如果说像这边出现了2张钱币的话，那你们可能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就表示说，在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情感成分偏少，比较多像是一种个人的习惯，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相互的配合的顺畅的程度，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情感，或者两人之间的熟悉的程度都太高了。那一旦这段关系缺乏了激情的感觉，缺乏了新鲜感，缺乏了情感的存在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让这段关系会逐渐的走向一个比较像是朋友的角色，或者是说会逐渐走向一个比较难以两人之间有情感交流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比较难会产生爱情的关系。因为呢，如果说这个人当他决定这段关系是要以朋友的方式相处，或者说当他决定两人之间就是要维持在一个适当的一个步调跟方式的时候，其实就很难挽回了。所以目前他来看的话，是还在斟酌，还在去思考，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讲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处理好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是会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人就只会把你当成朋友而已。那有一天，当如果说你们又一直想要跟他交往啊，然后他又拒绝，久了之后，他就会想要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你们要非常的留意一下。然后如果说是钱币九本身的话，就表示说，目前他其他的心里面的状态，他就只有你，他的生活中其实没有其他的人，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想见你，会觉得他在你们身上其实有找到一个所谓的安定的感觉，或者说会有一种归属的感觉，或者是说，会去了解到说，其实你们是一个值得去多更加的了解、认识、相处。可是，在面对谈感情，他又觉得你们可能也不会离开他，所以他自己本身他也不急，然后他也不太会愿意想要去努力的坚持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的话，雅人会觉得你们一定要好好把握在你们现在当下能够见得到彼此，或者说能够一直都相处得到对方，或者是说能够都一直看得到对方的这个时间这段状况。因为如果说一旦分开了，或者说一旦有一天两之间的生活圈不一样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中的你的这个身份、你的这个角色、你的这个位置，很容易呢，那就可能会被别人给取代，或者说很容易
你们就会失去掉了你们唯一的优势，因为你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说，对方他愿意把他时间花费在你们身上，或者他愿意把自己个人的生活的重心看着你们。可是当他有一天转移他的注意的时候，你其实也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人他一旦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说当他的重心不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拉不回来，或者是说会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人，会很难啦，也没有到完全没办法改变，但是要转回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会建议说，目前的你们还是要好好的去把握住对方现在能够待在你们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好，可能这样听起来有点羊的音调有点平，就是因为羊现在喉咙已经有点快到负荷不了了，对，所以呢会讲的比较像是平淡去描述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主要是希望说你们要去留意一下对方他本身对待于你们的态度。对方最近对你们比较冷淡，并不是因为他讨厌你们，只是单纯他觉得这个关系是安逸的，是不需要他去操心的，不需要他去想太多的。所以其实只要你们能够去掌控的好步调，或者说掌控的好跟他相处的方式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是会有很高的机会跟几率是能够有一个未来的，是能够走得很长远跟长久的。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章。好，第3章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好，权杖2。好，那权杖2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两人之间的，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应该说他在对于有没有想见到你们的这件事情，有。那他想要见到你们的原因的话，洋洋会认为，第一个是可能当他在日常生活中有受挫，或者是说他在日常生活里面一直都找不到温暖，或者是说一直找不到有人可以依赖、可以依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见到你们，然后他就会想很珍惜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如果说像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如果说粘着度够高的话，或者说对方他是蛮依赖你们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要能够发展的这个几率是很有可能的，然后也是非常的高的。当然我说其实对方他是真的蛮自主，就是蛮独立的一个人的话，那其实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真的要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洋洋会觉得其实是比较困难，是比较不容易啦。因为在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会比较难以可以有一个进展的机会，因为他永远都在考虑，他永远都在犹豫，那他永远呢都在去思考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跟存在。可是如果说当两之间非常靠近的时候，其实他又觉得你是他的世界，或者说他又会觉得其实两之间相处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表示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说，还蛮有机会是可以往更深刻的方向去发展，但只是全看说你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所以千万记得跟对方相处的话，有的时候稍微有保持一点点距离，是能够增加关系中的神秘感。但如果说当你保持太多距离，就会变成是远离对方，那可能就会造成关系中本来有机会又没有。所以你们千万记得，你们的拿捏程度是一定要有，然后你们一定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的方式跟个人的想法，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会蛮恭喜你，就是至少对方现在呢，他对于你们是有兴趣的，然后想要去多了解你们，会想要对你们有更多的期待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也会认为，其实最近的你们这段关系应该是在一个转换期，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转换期，或者说在一个更加了解彼此的这个阶段的话，如果说你们拿捏的非常好，是有机会的是有很高，是比低组的几率还来得更高。但如果说在这个转换期你们没有顺利度过，或者说你们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好的话，那最后面就变成朋友这段关系。所以这个转换期你们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对方相处的方式。
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圣杯国，对，是钱币，对不对？讲错，宝剑国王。好，那宝剑国王就意味说，其实在于你们目前的这个相处的状态的话，其实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跟对方有交流，或者说跟对方有相处的机会的话，你们一定要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不要过度的包装你们自己，然后也不要讲出一些太过于暧昧的话，或者是也不要，不要去试探他的内心中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他在面对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现在因为在转换期嘛，所以他难免面对你们会比较严苛一点，或者是说他会有一点过度的去看看说究竟你们对他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说他会就是有时候故意展现出自己的缺点去跟你们相处，想要看一下你们的你们的反应。因为如果说当他发现到你们反应不好的话，那跟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缺点的人在一起，那就不是他所想要的感情。然后在最近的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对，所以如果说没有讲出任何一丝丝的谎言，或者是说你们过度的包装自己的话，他就会觉得你们可能就比较不是他所想要的类型。会建议你们可能一定要去多了解到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因为看起来有的时候你们有点过度的包装你们自己了，所以当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会去思考一下，究竟这个是不是真的你们也是这么想，还是说你们其实有时候一些的做法跟行为其实是为了去附和他，或者说去迎合他的一个口味跟他的习惯而已。他会比较希望说，在目前的转换期当中的话，是能够去明确、去明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在对于说自己的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最近的他面对你们，难免啦，有时候会有一些话比较少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面对你们讲话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冲动一点，或者说讲话的字词会比较机车一点、严苛一点，或者是说会比较是会以他自己个人为主的地方在，就是说他正在跟你们聊天啊，跟你们建议，或者说任何的想法嘛，都是以他个人的角度来去看待，就是说比较没有去站在你们的立场去思考。所以最近你们应该会觉得这个人有点烦，或者说这个人可能他会比较有点自我，比较自私，会比较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这也并不是因为说他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他想干嘛，只是因为现在他的心思会比较混乱一点，会比较像是说有发现到他对于你们是有好感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也会很担心现在他会有点对你们期待太高。那你们千万记得，现在一听到这边的消息的话，你们一定要多去改变一下你们自己，要不然这段关系应该要如果说本来很有机会，然后最后面有可能会突然变得没有机会了。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正义牌。那正义牌呢，就表示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目前来看啦，你们做的任何事情，它其实都有惦记在心里面，所以千万记得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目前来看的话，不要存着任何一丝丝侥幸的心态，然后面对他尽可能到比较诚实。所以如果说最近的你们如果真的做太多，或者是说付出太多，他会觉得很有压力。对，那如果说你们付出的刚刚好的话，其实对方会反而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然后最近的你们，反正你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他都会给予你们一些还蛮不错的回馈。对，那当你们真的不小心做太多的话，其他反正就除了有压力之外，就想要去逃离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反正最近的他就会非常的理智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这段关系目前就刚前面提到，一直不断强调是在一个转换的时期，是在让他去思考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的存在。所以千万记得，最近的你们不要存在任何一种侥幸的心态，或者是说任何一种可能他不知道啊，他不会发现啊，或者是说等他发现再跟他说明一下，可能就会听进去。没有，现在他眼睛是雪亮的，现在他对于说你们的任何事情是敏感的，敏锐度是高的。
然后他现在其实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也是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想法、计划在，所以会希望说目前的你们千万记得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在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里面。对，因为最近的对方他会有点刻意的跟你们去考验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抽到的独角兽的神谕卡，这边有点讲的太无聊了，但还是希望说可以帮助得到你们。好，这边抽到的独角兽神谕卡是祖父母，那这边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和你们的祖父母之间是有不中断的特别的连接，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缘分，或者你们的姻缘、你们的财富，都是由你们的祖父母去帮助着你们，或者是说，洋洋其实之前有听到一个啦，好像是简少年的 YouTube 吧，就是说，当你们可能想要去，可能一直都没办法遇到好的对象，或者说在感情中总是受挫的话，好像在紫微斗数吗？还是八字里面忘记了，有一个命宫里面是跟祖父有关的。如果说你把你的祖父照顾好，或者说你少给他很多东西，或者说你对你的祖父是不错的话，那其实能够帮助到你们的爱情，这是一个额外补充的讯息给你们。但洋不知道说这个独角兽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所以那有的人祖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你可能就可以多烧一点纸钱，多祭拜你们的祖父母。那刚好这支影片的上传时间是离农历7月比较近，那你们就可以多做一些回向的方式。那说你们祖父母还在的话，那可能可以多跟他们聊天，多跟他们互动，多请教他们一下他们的人生的阅历，那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们在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在面对说跟这段感情中的相处的方式在。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对说他的想法会是如何呢？好，那也要为大家抽第1张的验证牌。好，这样的话我们抽到验证牌是宝剑10。哇，宝剑10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心中所想那个人，你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负面，或者是说也可能真的是因为他的现实生活中真的遇到一些的状况，才会让他如此的对人生那么的灰暗，或者是说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相信身边的人。那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其实对于你来说啦，或者说在你之间这段关系，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压力还蛮大的。因为有时候会真的比较不知道说该怎么去安慰他，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他的困难、他的状况。然后这个人他可能很常会消失，就是他每次可能回来找你们，或者说他每次跟你们讲的时候，他的又会说我可能最近不好啊，或者说可能最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我可能最近又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才会让我现在心情上面是属于比较低落的，或者说让我最近的状况比较那么糟，所以才会去忽略掉你之类的。就是他容易呢会用一些可能他状况不好，或者是说他的情况不佳，或者是身边的人对他没有那么友善，所以让他心情不好，那他就会容易去忽略掉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的心事其实有点太重了，或者说你会觉得其实他在面对于身边的人事物的时候，就蛮容易应该是这样，可能有时候会稍微啦，比较有一点自怨自哀，或者是说会有一点对这世界上的任何的人事物中，可能会有一些的埋怨，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不满，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反社会人格。所以其实最近的他容易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比较忧郁的气息，或者说会容易让你感觉到比较有一种压力的程度在。然后这个人他可能本身，你要说他很努力吗？他应该是努力在错误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们在想到，就是说这个人在面对你们的时候，他可能会讲说我可能很努力，或者说可能为了做了什么，或者说可能为了
他的生活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但是不管他怎么做，可就总是没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那些的结果。那在本身面对你来说，就会觉得可能他努力的方向是错的，或者是说他是用一个不对的方式去经营他的生活，所以才没办法得到他所相对应的回报。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也不太容易去信任身边的人。如果说能够得到他的信任的话，那就表示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对，那努力有点像是说已经遍体鳞伤了，才终于得到他的信任。就这个人他本身对于他的人生就是抱持这个比较黑暗的态度，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比较没办法去相信身边的人。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就不容易可以得到他的好感呢，或者是说比较没办法得到他的信赖。对，不过至少可以看出来说，唯一好处就是这个人他好像比较愿意去跟你讲他的心情的状况，这是唯一让你觉得比较能够去心里舒坦的地方。虽然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比较担心啦，觉得他是不是在骗你们。对，所以至少你们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蛮愿意相信他跟你们讲的心情，或者说他跟你们讲的、跟你们分享的这些的情形的话，应该都是真的。对，好，在我们抽到的是教皇。好，那教皇的话呢，因为说表示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就算整个人再怎样的灰暗，再怎样对生活不满，或者说不管他再怎么去讨厌这个世界，可是呢他还是依然的对于他的人生他是负责任的，然后他还是愿意去努力，然后也是因为你会觉得可能你有去改变到他，所以会让他比较也能够愿意的去相信这个世界。所以最近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对他是会有很有好感的原因，大部分来说也可能是在于最近的他心情状况是比较好的，只是他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比较阴暗的那一面，或者说有时候难免可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你比较没办法去接受的那个程度在，但是大部分来说，他还是会对你们蛮好的，还是会蛮相信命运的。所以现在他算是有一点最后在跟他的命运对抗，或者是说还在很努力的不愿意向他的命运低头。但是你们要留意，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是这么想的话，就变成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就也会很看命运的安排。所以如果说有一天你们俩之间关系真的比较没有联系的机会，或者说可能真的比较没有可以互动的可能性的话，你们就要留意了，对方是不是有一天毫不犹豫的会去结束掉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不过唯一好处就是这个人他会比较是把握在当下他所拥有的一切，比较会想要去稳住好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东西。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他都再也没有了，你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缘分的话，那他也是会毫不留情的选择去结束掉，或者说会选择毫不留情的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其实这个人他心里面你们应该会觉得他心里面会仿佛在找一个命中注定的东西，然后会希望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符合在社会价值观的安排之下，或者是说是有符合到身边的人所对他的期待。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活得蛮累的，或者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太过于去看重身边的人身边人的那些的枷锁。对，有时候他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的累，或者说他不需要那么的去对生活中那么的负责任，但是他就是会因为放不下，或者说他会被他自己给绑架，那就会没有办法去放弃掉。对，你有时候会觉得其实这个人跟他相处你会觉得有点累啦，或者说你会觉得比较没办法这样关找到一个出口，因为会导致于说必须要身边人一直去 push 他，帮你说好话，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去达到他觉得是符合到社会中的条件的人。比如说他就只想，如果说是同性的话，他可能就只想跟女生，或是跟异性在一起，或者是说就是必须要离家里近，或者是说就是要女方就是要住在家里面
就是如果结婚要住在家里，就是说必须要在几岁前生孩子之类的这种很鸡毛，就是很符合社会大众所要求的那一些。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你们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有点坐不住的，或者是说当他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执着，想要去完成那个事情。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是好的，或者说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也是能够去，真的能够去帮助到他在生活中可能比较阴暗的那一面。那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他太过于想要去改变，那也会容易导致于说让他去忽略掉一些他可能也必须去注意到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必须要去留意到的这些的状况。但至少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生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热忱，或者说还是有一定程度想要去改变的地方，但就是他有时候会太过于钻牛角尖在于他所在意的那件事情上面，或者会有点太过于固执，走不出来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去负责任去处理的那些的事情上。所以因此呢，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最大的心魔是来自于说他自己的，他就会很怪说我的性格就怎样，那别人为什么要那样子做，或者是说为什么我没办法去融入别人，或者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的方向去走那么的顺利，其实是因为他把每件事情的成效看得太重，或者说把每件事情看得太过于希望说能够有所不同，可是就反而很能够去比较没有办法去真的帮助得到他啦。好，那句话就是在验证牌地方，如果说有符合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就往下看，就是对方他会想要见你吗？好，那我们来抽一下第一张牌，他会想要见你吗？好，那第一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很好哦。好，第三张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王牌。圣杯王牌表示说，其实对方他还蛮想要见到你们的。那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那会蛮恭喜你们，就是因为圣杯王牌，它算是一个这个感情刚开始萌芽的阶段，然后对方对你们是仍然抱持着有很大的兴趣，或者说很想要跟你们更加的靠近，很想去多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去把握的，应该说你们一直的相处的方式跟模式是对的，所以对方他就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的，然后你们是在他心中是有占着一席之地。但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你们是圣杯王牌嘛，所以这段关系其实这个情感它还在刚发芽的阶段。对，你们前面的努力是叫种子，那现在的好的相处的模式是发芽了，那后面能不能开花结果，还是会变成一棵大树的话，完全是要看你们个人的努力，或者是说你们跟对方相处的方式，还有每个人的际遇。因为好，人的直觉啦，所以会觉得这段关系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是业力伴侣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看后面的，这是羊的直觉也不准。好，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呢，目前的话是很有机会，对，虽然有机会是能够交往，但是要能不能交往的话，就真的全凭是看你们个人要如何去把握住好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如果说有一天对方他真的发现到不适合的话，他也不会让你知道，只是他对于你们的态度可能会趋向于慢慢的比较冷淡，或者是说会慢慢的跟你保持一点距离，或者说有一些你的个人的特权就会没有了。对，所以你们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情感的话，目前来看啦，就他真的很想见你们，是因为他在你们身上是有找到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安全的感觉，或者是说那种熟悉的感觉，或者说他想要去依附着你们，就是这些的感觉，其实就是全部在于说是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在，就是说是喜欢你们的。对，简单讲就喜欢你们，很想要多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很想要多跟你们有更多的交流，很想要透过在生活中的过程里面
去经营好，或者是说去增加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中的一个粘着度，或者是说增加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在这个缘分的那种交流，对，所以蛮恭喜，就是对方他对你们是非常的有好感。那我们来去往下看，这个好感之下有没有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讯息？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四这一张。好，那钱币四呢，就表示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他应该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有一些他个人比较固执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他有没办法去退让的事情，那你就要非常留意了。对，如果说他是有没办法退让的事情的话，除非是你们能够改变，要不然基本上很难可以得到，就是说对方他本身就不太愿意改了，他就是不可能去改变他自己，他就会希望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都是能够按照他的步调走，或者是说是能够按照他觉得最好的方式去相处。所以像有一些比如说距离的东西，除非是你改变，不然他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他不可能放下他的工作。那如果说是指别的部分的话，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价值观，两个人之间在对相处的方式的话，也是必须要是由你来去变得不一样，不会是他。因为以他来看的话，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因为才刚开始萌芽，所以你要说他愿意为了你做什么嘛，有人会觉得其实蛮困难的。对，因为他其实现在生活，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逸的人，或者是说他比较不喜欢变动，他会希望说任何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你要他去一个新环境，或者说你要去他改变他自己的话，蛮困难的，因为这个人反正就是固执，然后这个人跟你相处的话，就是会有点希望说，你是能够帮助到他的生活，或者说是能够去配合到他的生活。所以一直来，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去跟这个人讨论关于他的感情、过往的感情时，他可能跟你讲都说什么三观不合啊，或者说金钱观不合，或者说两人之间远距离、个性不合等等之类的，其实也没有，就这个人他单纯他太机车，那只是对方不想去配合他而已。对，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非常重视生活中的稳定度、和谐度、个人的价值的程度，他其实比较没有办法，他会没有办法，他其实很难改变他自己。不是说他觉得他没有错，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上面的话，他很没办法抓到重点，或者是说他会容易，他会容易的想要去跟别人学习，或者是说会容易的想要知道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他常常会用错误的方式跟别人相处，或者是说其实他不容易可以得到别人的注意。对，所以他很常会隐藏在人群中，也不是容易隐藏，就是说不容易被别人给忽视掉，也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太跟别人接触，比较不会跟别人互动，所以就容易会造成关系上面，就是跟他的朋友之间，朋友没有，就是他的同事之间职场的关系上面，会有时候变得比较稍微尴尬一点点。对，那也并不是说他愿意改啦，只是他找不到重点，那必须要别人跟他讲的非常的明确要怎么做。他这个人自省的能力有点低，就算他有自省能力，但他没有改变的那个能力，因为他渴望改变他自己，但是他却不到那个改变里面，有些观念要变，但是观念变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很难的，他没有那个洞悉的能力在。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张。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好，那宝剑国王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呢，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他其实
他对你们虽然有好感，但是他依然是会想以他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去相处，或者是说他也不太会想要去改变他自己，然后他也不太会让你知道关于太多他的事情，就是在两个之间的关系的话，他会觉得跟你之间相处是要循序渐进，是要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慢慢的去建立两之间的一个情感，或者两之间的交流，他比较不会是属于那种马上就让你知道的。就说他这个人本身可能在面对感情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人，或者是说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会是自我的人。对，所以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情感的话，你会非常的难以知道他的真实的想法，或者说会很难可以知道他在对于他的人生事情上面的规划。就是说，刚开始他可能会跟你们讲说比较表面的东西，除非是你们真的要认识的越来越久，或者说跟这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密集，然后你们要不断能够去让对方相信你，那这时候才能够去建立两之间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交流。要不然基本上他现在面对于你们的话，他虽然想要见你们，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会依然保留着他自己个人本来的一个性格，或者是说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在，他就是比较不容易去改变他，应该说不容易去相信另外一半，或者是说刚开始暧昧，因为刚开始大家可能很多人暧昧啊，或者说刚开始跟对方有好感的话，还是会不自觉把自己很多的事情让对方知道，但对他来讲的话，他反而会希望想要知道关于更多你的事，就是他不太会想让你知道太多关于他个人的事情，就算他让你知道，一定是因为他有一些是他觉得比较不是无伤大雅的，或者是说跟你分享你才会愿意讲，或者是可他跟你讲都会有点过度包装。那另外的方向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会觉得比较有话题可以聊，是对于那个人有好奇心，那可能就想聊更多。要不然基本上其实这个人当认识越久之后，会越发现跟这个人之间是很难有共同的话题，除非是你们有共同兴趣，要不然其实很难可以让两个人之间可以有更多交流的这个机会。对，好，那个就是在第一个部分，所以其实看起来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他现在虽然对你们是有很有好感，或者是说还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互动，可是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他还是会比较先以他自己个人的习惯为主，或者是说会先以他个人的最好的方式来去经营着这段关系，所以还是要对这个人还要保持一点点警戒心啦。看起来是比较会照顾他，以他自己为主。好，那再我们抽到的是魔术师。哇，看对方对你真的最近很有好感呢，因为魔术师在这边就因为说，其实对方他很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觉得跟你们相处是真的非常有很多的新鲜感，所以无论你们认识的再久，或者说无论你们跟对方相处到底是认识了多少时间，但是他还是会对于你们之间的你们这个人，或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想要去了解更多关于你们的不同面向的东西，不同面向的一个想法。好，那总之呢，就是说对方他还是很想见你们。看第二个部分，他是想见你们的。那只要他见你们，就会希望说可以多更加的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在对说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们在对于自己的生活中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能够让你们产生有好奇心的，或者是会让你们愿意呢去更加的能够为了这段关系有什么样的一个付出。所以洋洋会认为啦，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这个人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一直想要从你身上要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并不是指说实际上的东西，也可能只说时间的付出、情感的付出，或者说想要得到你的信任之后，他才会愿意去信任你，或者是希望你可以为了他多做点什么。
那本身这段关系里面是非常的有热情的，只是因为在关系之中的话，他会希望说从你身上找到更多他觉得能够去投入的地方，或者说他能够值得去放下的东西，那么他才会愿意去展现他自己，或者说愿意呢去更加的靠近你们。所以最近的话比较有点像说他会抛砖引玉的方式，他会做一点点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让你愿意去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或者说多付出什么，或者说愿意为了这段关系多展现出你们自己最好的那个部分，或者是说那一面。那其实在于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就是蛮明显的是对他来说，他是会很珍惜跟你们相处的每一个时刻，或者说很想要去多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妍妍会认为说，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最好的筹码。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当你们愿意顺着他的毛摸，或者说顺着他的方向走，顺着他所安排好的事情走的话，那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比较好控制，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个人比较好相处，是能够依照我的意思，跟着我的顺序走，我的人生走，那或许我就会愿意多相信你，就会觉得我们俩之间是就是两之间是合得来的人，是磁场比较接近的。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就容易会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交流跟接触。对，所以目前看起来，妍妍会认为说，这段关系有很高的几率啦，只是你们可能要顺着对方，就很有可能。好，那再来呢，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好，那圣杯皇后就会说，其实对方他再怎么样的对你好，他再怎么样的会想要多了解到你们这个人，或者说他再怎么样想要跟你们有更多互动的话，他还是有留一手，然后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自我的怀疑啊，或者说他会有一些比较自我的想法来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他没办法完全信任你们啦，然后他觉得每一次的考验，对于你们的每次的考验，或者说每次给予你们的课题，都是他的暗示。他其实心里面会很希望你们能够看见他所给予你们的这些的暗示，所给予你们这些的方向，所告诉你们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他本身呢，在刚开始接触一段感情，或者说刚开始要跟这个人深交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考验，好累哦，对不对？超累的。然后再来就是他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的，对。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去信任到每一个人。所以当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人的信任的话，其实是真的蛮不错的。然后在我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最近的呢，可能他会比较像是想要多去让你们知道，或是多了解到他的内心中的感受跟层次。他可能他的观念不太会分享，但是他一定会分享他的内心里面中的一个感觉。那他分享他的感觉的时候，是希望你们能够多了解到他这个人。所以最近只要当你们感情越好的时候，你们也能够去顺着他的毛摸的时候，他对于你们的心房就会越来越减少，那就会越来越想去靠近着你们，越来越让你们去看见他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最近只要在你们感情好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个他，基本上会越来越接近原本的他。所以当越来越接近原本的他的时候，你们的心脏可能要稍微强大一点，因为有人会比较担心，就是原本的他可能会跟你所想象的样子可能会有点落差。我们刚才提到验证牌嘛，他本来就是一个可能比较负面的人，或者说可能比较自怨自艾的人，那或许这个人也会有一点反社会人格，或者说也容易呢会对很多东西会有自暴自弃的可能性。这个都是假设，只是想告诉你们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对方他会有点自我的保护的程度比较高。那最近他愿意在你们面前展现出来的话，也是有时候想考验着你们是如何去看待他这些的优缺点的。对，好，那就往下看，我们这边再抽到的是
正义。好，正义好像是在哪一组有出现过，这边再次出现了。好，那正义牌就意味说，其实在目前的你们之间的话，对方他每次见到你，他都是带有着想要见到你之后，那跟你们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展现出来的一些的样子是带有目的性的。然后最近他其实会有点刻意，就是也不会想要那么的把事情关注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或者说他现在也会很重视两之间的相互的付出，可是两人会认为啦，选到这组的话，虽然是讲说相互公平的付出，但是他看起来还是想要看你们怎么做，他才想要怎么做，或者是说就是刚前面提到的抛砖引玉，想要知道你们也是这样子，他才会愿意这么做，要不然，两人会觉得他这个人那么自私，怎么可能？什么叫完全公平？不可能这么做的，对不对？好。其实他心里面呢，很渴望的是一个最纯真的一段感情，或者是说是最纯粹的一段的关系。可是也可能因为他过往里面总是会被别人给占便宜，或者是说总是没办法得到他觉得是不是真的有人能够照顾得到他的心情的人，所以他变成说在每一次找对象的时候，或者说在对于对方有感觉的时候，其实他会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任，也是在于说他不想再让他自己受伤了。可是只要当他觉得能够完全去信任那个人，或者是说对方是真的为他好，他也能够感受得到，然后这个为他好是能够真正的帮助得到他的话，那么他就会为这个人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奉献。其实他也是在等待着一个是谁可以来为他做点什么。所以他心里面其实对于你们是有这方面的期待，那他其实也是蛮担忧说你们是不是有一天也会抛弃他，或者说有一天你们是不是也会去舍弃他，或者是说会去唾弃他。那当然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你们勇敢的话，或者是说你们也是很喜欢这个人的话，那也会希望说你们可能可以多为了对方多做点什么，或者是说你们可以为了对方展现出一点你们自己个人的诚意，或者是说你们个人的期待。因为有时候你们展现出一些的期待的话，也是能够去吸引到对方觉得，原来你们也很在意我，或者说原来你们也还是很想要跟我有互动，或者说你们其实也是很喜欢我，等等之类。就是有的时候关系上的话，也是一种互相啦。对，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会有一点想太多。对啊，他就是怕受伤啊。对，基本上就是他怕他受伤，可是他自己本性是也不坏，所以就完全是说看到底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愿意付出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目前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有很高的几率是对方是对你们真的非常的喜欢，是3组里面最喜欢的一组。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5啊，来一个不好的了。好。来个不好才叫真实嘛，怎么可能都好的呢？对不对？好，权杖5的话，这边意味说，第一个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可能受到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例如说像是工作、距离，还有金钱，还有可能不符合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是他的身边亲朋好友是对于说这段关系觉得是不适合、不恰当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表示说，在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我们纵观刚刚前面的，如果说刚前面第一个是出现圣杯王牌，然后再出现的魔术师，然后再权杖5的话，所以这个含义就表示说，以基本上来看，他会觉得这段关系可能本来就不合适，可是他对你们却很有好感，或者说最近你们俩之间的电流磁场是非常的接近的，所以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是说希望可以跟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后开始会希望可以多了解到你们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去多跟你们接触，然后他会再去调整一下他自己，因为他会认为只有当真的碰到现实的时候，或者说两人实际上相处的过程里面有那些的摩擦，他就会醒过来，所以表示其实现在他有意识到，有发现到他在对于你们其实是有一些过分的期待，或者说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非常的渴望是有一件事情、一段的关系啊，不是，其实有一件事情可以来去影响着这段关系，能够去打破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很有病，对吧？明明很喜欢你们，明明很在意着你们，可是他却希望说可以知道一些关于你们很多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会希望说关于这段关系里面比较有挫折的事情，让他能够去从梦中醒过来。所以只要最近的你们是真的刚前面提到的嘛，顺着他的毛摸，然后去顺着他的脾气走，那其实这段关系的话就是能够越来越顺利。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中的你们会希望说当对方展现出他可能有点不满的地方的时候，或者说可能对方真的不开心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第一个努力的去察觉，要马上的察觉到。第二个就是你们要马上的能够跟对方道歉，而且道歉方式要能够是他喜欢、他能够接受的。如果说是用你们觉得是你们所想要的方式的话，那这样是不对的，那这样就不会是 OK 的，对，所以反而真的没办法去帮助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了，因为其实对方最近他只是有点过度的想要去把自己给打醒，可是他到底想不想醒，雅阳会觉得他没有很想醒了，他有点像是刻意的让他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诚实或者说比较真实的那个一面。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的补充牌。好，就这一张了。好，第二张补充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教皇。好，那教皇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他就是很相信着，两之间的顺其自然的发展，或者说相信着命运。那如果说你们是在问同性之间的话，如果对方也喜欢同性，你们就很有机会，但是两之间可能在对于说恋情上的公开拿捏的程度，或者说交往的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两之间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那相处的模式，或者说喜欢的恋爱的模式。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异性恋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他会比较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要走得很长远很长久，他所想要的是能够陪伴他一辈子的对象，或者是说是能够永远都跟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并且呢是能够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那种非常标准的对象，就是说他会有一点希望说跟你们之间相处的你们这个人的条件是能够符合到他真正所想要的。你没办法改变他，但是他希望他能够去改变得了你，但是他觉得在改变你之前，你必须要有那方面的根基，或者说有那方面的气质，或者说必须要有那方面的慧根。如果说他觉得你是没有的话，假设他觉得交往之后，那个另外一半要每天做便当给他当午餐，你不会料理，那他也觉得你没这个慧根的话，那完蛋，这段关系可能就没机会。对，那假设像有的人会希望说，对方就是要会运动，那他可能就会愿意选择退而求其次，就是说那你可能不太运动，那我可以教你，然后之后我们两个之后可以一起运动之类的。就是说他会希望他的另外一半的话是能够到符合他所想要的人的条件。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可能对他来讲这会是一个比较难以去推动的一段的关系啦。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好，就这张。这张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宝剑八。好，宝剑八在意味着说，在这一段关系里面，第一个是，有可能这个人他是在一个比较传统
的家庭上面长大的，所以他的想法上面就会比较容易受到传统家庭的想法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很有可能呢，他过往有受到了一些伤害，或者是说有让他感觉到比较没有办法去相信他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比较是刻意的去切断他自己对说这段关系中比较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是说比较不切实际的感觉的程度。但是他心里面还是蛮在意着你们，或者是说其他心里面还是很希望说你们其实是能够符合到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该要有的那个的样子，你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哦，讲这个是重点。对，就是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没办法受到身边的人的质疑的人，或者说他的对象，他所挑的那个对象是会希望说能够受到身边的人的那种包容吗？赞美，或者说能够去接受。那如果说这段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符合的话，或者说这个人的条件是没有办法符合，他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就会有很多的迟疑。所以目前的他的话，有的时候他也会去跟别人分享，或者说去问一下别人说，诶，你这个人怎么样啊？或者说别人他的亲朋友去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有时候他会试着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去如何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其实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不得不说这个人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会去考量到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所以最近的你们呢，跟对方相处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或者说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他个人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如果说没有拿捏好的话，其实这段关系也蛮容易会告吹。就前面的努力啊，前面的他对你们好感呢，是不是后面就会没有了？所以要非常的留意的这样的状况。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神谕卡这一张，好奇心。好，那好奇心呢是想要告诉你们说，独角兽想要告诉大家说，就是开始一个与好奇事物有关的这个计划。就是说你在对于说很多的东西，如果说你们是有好奇的话，或者说你们有很想要知道的话，就请你们要去试着对每一件事情，或者对身边很多的人事物，你们必须要保持在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或者说比较去愿意挖掘更多的更深层的东西。就是不要任何东西不要被感情用事，或者说不要被感情牵引住。你们要试着用你们的对于说好奇心的这个挖掘的心态度，去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对，有时候当一个人太过于重感情，会容易瞎了眼。所以独角兽会希望说，你们越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想办法去得到那方面的资讯，然后多观察，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他都可以跟别人讨论你，为什么你不能跟别人讨论他？就是两人之间可以比较公平嘛。这只是一个假设啦，一个举例，那就看你们自己愿意要如何去把握住，或者说去经营好，或者是说去对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